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正走到临界点。传闻中的铁帽子王江派大佬曾庆红疑似已遭软禁，消息一出，政坛震动，与他关系密切的高官接连落马，江派团灭倒计时已不再是谣言。而另一边，权力核心的习近平则在陈云明旦纪念会上发表一段被外界解读为交代后事的讲话。他还能稳住局势吗？还是这场清洗其实是为他退场铺路？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今天我们来揭开中共内部正在上演的一场无声政变背后的真相。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暗流中，江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6月14号，旅居美国的独立专栏作家、前媒体人蔡慎坤引用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江派核心人物曾庆红已被软禁。蔡慎坤说，他在得到这个消息时一点不意外，因为曾庆红的人马早已被陆续清除，他出事是迟早的事。此前，蔡慎坤曾提前准确预测了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抓的消息，因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高度关注，被认为是江派进入团灭状态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蔡慎坤没有具体说曾庆红是什么时候被谁软禁，被软禁在哪里。他猜测曾庆红可能是被习近平软禁了。不过独立时评人陈破空却认为，曾庆红曾是中共18大习近平上台的推手，现今习近平被削权的迹象越来越多，很有可能是曾庆红要为习近平夺回权力、稳权说话而遭到反袭的元老们软禁。曾庆红是中共第15届和第16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6届政治局常委，曾是江泽民的贴身秘书，因其为江泽民夺权与在打倒政敌、稳权方面出谋划策有功，而成为江的最重要心腹。自江泽民在2022年11月底死后，曾庆红实际上成了江派的大佬。与此同时，与江派有关联的中共高层官员持续落马。6月16号，中共广西前政协副主席彭小春官宣被查，成为今年落马的第28名中管干部。彭小春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主政广西时的旧部。郭声琨于2004年至2012年任广西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党委书记。郭主政广西期间，彭小春先是从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任上获得提拔，担任广西党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之后任中共广西贺州市委书记。其中办公厅主任一职历来被称为领导的大管家，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则是头号笔杆子。今年5月落马的中共广西政府主席蓝天利，与今年4月落马的山西省长金湘军，也都是郭声琨在广西工作时的旧部。旅居澳洲的反共网红蒋网正早前在 X 平台爆料称，北京已经将蓝天利案定性为叛国罪。金湘军与蓝天利共用白手套，倒卖稀土，并且两人曾在广西有多年的师徒交集，倒卖稀土由来已久。蒋网正说，蓝天利被查后，郭声琨被约谈，郭在广西提拔的官员也由中纪委、中组部联合调查组重新约谈。郭声琨与曾庆红是江西老乡，据称他还是曾庆红的表外甥，他的背后靠山就是曾庆红。郭声琨和他的小弟都被归类到江派人马中。蓝天利落马后，广西当局罕见喊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在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后，中共党媒曾多次炒作没有铁帽子王之类的狠话，来敲打曾庆红。曾庆红曾为江泽民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江亡后，曾庆红就成了江派的实际大佬。早些年，曾庆红的一大批亲信与旧部被抓被判，包括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中共前国安副部长马建、前公安部610局长张悦、
明天系增加白手套肖建华，前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宇军等人。与曾庆红有关的石油帮、秘书帮、上海帮等中官落马。当时外界一度认为曾庆红难逃此劫，不料习近平为保党续权，在中共19大与江曾达成协议，反腐止于铁帽子王，以换取江曾人马对习近平连任的支持。蔡申坤说，今年年初中共党媒重提反腐没有铁帽子王，现在看来非空穴来风，就是暗指要查曾庆红。也就是说，抓曾庆红是当局早就在布局了。蔡申坤认为，如果他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话，那么曾庆红的晚年会非常凄凉，比赵紫阳好不到哪里去。日前，在纪念陈云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曾庆红和江家人马一个也没出席。这一反常现象被时政观察人士解读为是江派势力进一步边缘化的信号。自媒体人大宇在《拍案惊奇》节目中说，习近平被传失去权力，传说中目前中共实际掌权的是胡锦涛、胡德平、温家宝、李瑞环，他们都是江家的敌对势力。不过，和江派缠斗10多年的习近平，虽然携6常委悉数到场，但他的讲话被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思在敲打继任者能够按照中共的内部规定对待他和他的家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和陈云成为所谓中共改革开放年代事实上的第1、2把手，官员们也跟随他们形成了2个不同派系，一个是邓小平的所谓改开派，一个是陈云的相对保守派。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要求彻底清算江青，主张直接枪毙，但遭到陈云的阻力。陈云说，我坚决反对党内的路线斗争，采取用死刑的办法。如果小平你非要这样判，请在会议记录里记下，我陈云不同意。因为在他看来，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后来江青由死刑改为死缓。习近平下台传闻甚嚣尘上之际，也传出了习近平提出在其下台后善待自己和家人的要求。现在如此高调纪念陈云，习的真正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似乎是在为自己退场后的待遇寻求党内默契。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